132种眼神，诚意到底有多轴？这才是技术派该有的样子。先做人，再演戏。程毅在人民日报采访里说过的一句话，当时这条采访挂上热搜，很多粉丝把这6个字截图当头像。但你猜怎么着？我前2天翻资料翻到半夜，越想越觉得有意思。我发现一个事儿，这句话乍一听像漂亮话，但如果你把他这几年为角色做的那些过分的事一件一件摆出来，你会发现这6个字他不是嘴上说说的，是把自己整个人扔进去那种当回事。各位，今天咱们不聊新闻，咱们 zoom in 一个细节，就一个数字132，听不懂？正常，我第一次看到也没反应过来。132种眼神变化，这是他为《长安24记》里谢怀安这个角色自己设计的。这个数字不是我编的，腾讯新闻那边的报道里写得清清楚楚，原文我看了，说他通过132种眼神变化塑造谢怀安，同期还为了角色减了15斤。我先停一下，咱们先把这个数字搞清楚是什么概念。一部30多集的古装剧，一个主要角色，按行业平均水平，演员会准备多少种眼神预案？我问过，不对，我得诚实点，这个我没正经做过田野调查，凭印象说别太当真，我自己粗略估，大部分演员心里有10几种，20种就算很用心了，30-40种已经叫研究型。平均每一集要切换出4种以上不同的眼神层次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同一句台词，同一个走位，甚至同一场戏的2次 NG 之间，他眼睛里的东西可以是不一样的。老粉应该记得，他演李莲花的时候，光是看人这个动作就分了好几层，看陌生人，看故人，看徒弟，看仇人，每一层眼神的温度都不一样。当时大家说这就是技术派。那个时候我们以为已经够细了，结果到了谢怀安，他直接把这个体系扩了好几倍。说句实在话，我看到132这个数字，第一反应是这哥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但你转念一想，原来这就是轴。行，接着说。我把这个数字放下，咱们看另外2件事，摆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 pattern 就出来了。第一件事，莲花楼。为了塑造李莲花那种清瘦病弱的状态，她减了10多斤，这个不是网传是早就在多个采访和粉丝圈整理里反复出现过的事实。本来就不胖，再往下压10多斤，那个状态各位看正片就懂了。至于饮食，这里我得插一句因为之前我自己也差点说错。网上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，说他是湖南人为细节辣大改造，听起来特别戏剧化。但我后来看到一段他自己的采访短视频，他说莲花楼不好看，我就再也不吃辣，结果当场就被采访的人揭穿，说他平时口味本来就很清淡。你看，这就比芥辣那个版本有意思多了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对自己饮食结构的控制是常态，不是临时为戏抱佛脚。这反而更厉害。对了，顺便说一句，关于具体减重方式，我看到的资料里有提到剧组餐分配、饮食控制等等的细节版本，但我没找到完整的一手采访来源。我倾向于相信这个方向，因为后续他做菜的细节是有硬料的，但具体每天吃多少这种事，我得保留意见，不绝对的给你下结论。回到他，第2件事就是刚才说的谢怀安，再减15斤，132种眼神。等等，不对，我查一下，是减了15斤还是10几斤来着？对，是15斤，在已经为李莲花瘦过一轮之后再减。这身板当时看花絮，真的是风一吹就走那种感觉。报道里还提到，因为剧情设定中谢怀安右手被废，他还专门苦练左手字。你看，这就是那种角色要求什么我就长出什么的工作方式。第3件事，2京15日。这部戏拍摄期间，路透和花絮陆续放出来过，雪天、重型铠甲、长时间等待开机。具体多少度多少斤等了多久，网上有不同版本的数字，
我没在官方那边找到一个确切口径，所以我不在视频里给你报具体数字。但有一点是路透和现场观众都看见了的，他穿着全套甲胄，在外景天气并不友好的环境里，确实是演员自己穿着扛的那种工作状态。这里要补一句重要的，这种为戏减重也好，抗寒也好，都是有专业团队配合的角色准备，是短期的，有目标的，有医疗营养师托底的，不是减肥示范，更不是说这样做就是好。普通人千万别照搬。我说这些是说他的态度，不是方法。这个分清楚啊。把这3件事摆在一起 ，pattern 出来了。这哥们不是在演角色，他是在成为角色，每一次都把自己重新捏一遍。回到开头那个数字132种眼神，现在你再看这个数字，是不是不一样了？它不是一个炫技数字，它是这个 pattern 的其中一个表现而已。这哥们对所有他能控制的细节都要拉到这个颗粒度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轴这个字平常用是贬义，形容一个人死板，不会变通，钻牛角尖。但用在演员身上，特别是用在愿意为一个角色把自己往死里逼的演员身上，这是最高级别的褒义。我作为粉丝当然会偏爱他，但这次的判断我可以保证是公平的。不信你去问任何一个不是他粉丝但看过莲花楼的人，几乎没有人不被那个状态打动。行业里现在管这种叫技术派，这个词最近被用的有点烂了，但用在他身上是真的合适。技术派的核心不是说你演得多花，是说你对这个角色的每一个细节都有预案。从体重，从眼神，从呼吸，从一道菜怎么切。说到做菜，这个细节真的绝。新浪那边的报道里写，他为了演好李莲花那种随缘养生的烹饪日常，钻研食谱细节精确到做鱼须先过油，盐糖比例3勺半。3勺半，不是差不多，是3勺半。这种对数字的执着，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强迫症？是，但这是好的那种强迫症。你说是不是？其实想想，这种演员现在在整个行业里越来越像稀有物种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咱们大环境是什么样？快进式拍摄， AI 剪辑，流量优先，档期碎片化。一个剧组给你慢慢减重，慢慢琢磨132种眼神。很多项目，整部戏都拍完了。在这种环境下还坚持这么干的人，说白了就是在逆流而上。他这种 level 的准备，在现在的市场真的不是常态。这话说的有点重了哈，我换个说法，不是说现在的演员都不如以前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表演方式，这个我承认。但当一个市场长期把快和流量放在戏和沉前面的时候，真的会有一些好东西被慢慢挤出去。诚意没被挤出去，他还在按自己的节奏慢工出细活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情况不是某个演员个人能改变的，是整个行业的慢性病。但有人愿意在这个慢性病里守着自己那套老规矩，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记录的事。啊对，顺便说一句，前段时间六福珠宝官宣他续任全球代言人，这个我本来不打算说的，因为商业新闻太多了，怕走位。但放在这个上下文里聊，意义就不一样了。注意是续任，不是第一次官宣。一个老牌珠宝商在合作一轮之后选择继续合作，这个动作的含金量比首次官宣还要高，因为它意味着上一轮的合作数据、品牌契合度、长期形象，他们都给了通过分。六福这种老牌珠宝商看的是长期价值，这个人的气质能不能跟品牌的沉淀感匹配。他们用脚投票选了诚意，而且选了不止一次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市场不是只看流量数据，市场也在悄悄记录谁是长期价值股。只是这种记录比较安静，不像热搜那么吵。行，咱们绕了一圈，回到开头那句话，先做人，再演戏。现在你在听这句话，是不是味道不一样了？第一次听，像是漂亮话。但当你知道他是真的会减10几斤，
再减10几斤，为一个角色设计132种眼神，把做鱼的盐糖比例研究到3勺半，雪天穿着重甲在外面扛。这句话就不是漂亮话了，这是行动总结。我做这期视频之前，对诚意敬业这件事的理解，说实话也只有一半。我知道他认真，但没把那些细节摆在一起看过。摆在一起之后，我才发现，这不是敬业2个字能概括的。这是一种几乎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节奏的工作方式。懂他的人一直都懂，这种坚持值得被看见，而且会被看见。可能不是今天，不是明天，但时间这东西对认真的人一向是公平的。最后再补一句，也是这期视频做下来我自己学到的一个教训，粉丝圈里流传的那些感人细节，有些是真的有一手出处，有些是大家口耳相传放大的版本。我这期视频里，凡是我能 verify 到的，我都 verify 了，不能 verify 的，我都给你标了出来。我的视角有限，这只是我从粉丝加行业旁观者的双重视角得出的一点观察，不绝对。你们比我懂得更多。如果你也注意到过他哪个角色里特别细的小动作，尤其是有一手采访来源的那种，评论区告诉我。我下期可能会接着这个话题聊，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今天这期就到这。